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5季第7集。早餐时间，小新一常扮鬼脸吓妹妹，辛巴日常扮鬼脸吓宠物，盖特父子同款表情。辛巴拿起今天报纸，哦，我的天哪，竟然有免费的蹦蹦床！也不顾车子漏油，辛巴以最快速度开到那户人家，谁知一按门铃，竟然喷出了水柱。那不如就洗个头吧。小丑从里面出来，嘿，这水不是免费的，他就是要送蹦蹦床的人，这个是他以前表演用的。不过现在他已经用打油诗取代了这个项目。辛巴问他是否真能免费带走，小丑表示肯定，并且露出了相当邪恶的笑容。辛巴走了，他还在暗中观察。小新正在卧室撸狗，突然听见老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这才发现辛巴飞在空中，急忙跑下楼去，就看到他在玩蹦蹦床。辛小妹显然也很高兴，爸爸，这件事可以弥补你作为一个父亲并不稳固的地位。接着三人就开始一起玩游戏。小新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厌倦，辛小妹更表示自己要在这里结婚。没有加入他们的辛巴有些不安，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，以及蹦蹦床是否安全。辛巴对妻子说，当然安全，他有一个了不起的计划。在他的想象中，自己开了一个游乐园，里面有蹦蹦床、泥潭、要塞探险。辛巴很快就迈出了致富之路的第一步，让小孩子们掏钱玩蹦蹦床。弄错了，部分大人也玩。司机奥托现在玩得正嗨，不料没蹦跶几下就降落在了床的边缘，摔在了地上，胳膊也错位了。好在小新帮他才恢复过来。在他后面的小朋友也没蹦几下，也是胳膊受伤了。随着玩蹦蹦床的小孩越来越多，受伤的也越来越多。辛巴在一旁嘱咐，受伤的就躲远点，好让别人玩。瞧瞧，这是人话吗？辛巴也走了过来，他觉得这太吓人了。眼见的是无数受伤的孩子，耳闻的是他们痛苦的哀嚎。辛巴表示实在不能容忍了，辛巴才终于答应处理掉蹦蹦床。当辛巴开车来到小丑家门前，打算将这祸害还给他，怎料小丑直接掏枪，让他继续向前开。于是辛巴站在悬崖边上，将蹦蹦床扔了下去。要说他俩也着实有缘，蹦蹦床撞上了石柱，又给弹了回来，就像钉钉子一样。蹦蹦床将辛巴钉在了悬崖上，整整1天1夜，他才断掉。看来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。辛巴又拿起了电锯，你死定了，蹦蹦床先生。谁知线太短，不仅没有锯掉他，反而将家里的墙皮扯了下来。辛巴放弃，算你赢了好吧，但输人不输阵。辛巴撂下狠话，你总会生锈的。就在他精神失常的狂笑时，小新叫住了他，你真的想处理掉这个蹦蹦床吗？辛巴看着儿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小新用自行车将他锁在了柱子上，然后只需转过身，数到3就够了。转身，人家还在撬锁。或许应该数到5了。终于，蹦蹦床被偷走了。虽然床没了，还有车呀。玩瘾犯了，车也得跳得起劲儿。孩子们的声音让辛巴更不爽了。辛巴表示，这虽然是一个错误，但我至少勇于尝试。如果按照辛巴的活法，未免太无聊了。1个月连一件有趣的事都找不到。第2天，辛巴询问孩子们，你们实话实说，我真的很无聊，每天只会唠唠叨叨吗？兄妹俩结结巴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辛小妹回忆起记忆中的妈妈，总是杞人忧天，规范家人，教育爸爸和哥哥，并且常常皱着眉头，一副生气的模样。于是她也只得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辛巴没想到大家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，他想去找姐姐们散散心。姐姐们给他做了个体检，血压太高，尿样也不好，你就快要崩溃了，需要看看 BG 先生的节目。说着就打开了电视。那位先生号称自己能够解决所有的感觉糟透了，包括沮丧、不眠症、滔滔不绝、眼神飘忽、优柔寡断、武断、专横、情不自禁摔倒、先天粗口紊乱，当然还有习惯性唠叨。辛巴有些难受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辛巴一回到家就被辛巴邀请一起看节目。虽然一开始他还不愿意，但等到 BG 先生出场，辛巴也来了兴趣。BG 先生说自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对于痛苦的研究绝对堪比博士水平。他将向人们展示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辛巴辛妈也由最开始的疏离到最后相拥到一起。电视节目也接近尾声。辛妈对丈夫说，她从未这样了解过自己，原来她干涉了辛巴的人生，让他陷入羞耻的境地。所以从此刻开始，他要避免唠叨，变得有趣。辛巴又惹事了，他吃光了所有甜品。就在孩子们等着看好戏的时候，辛妈却很平静，甚至还表示了宽容。于是辛巴嘚瑟吹着口哨离开了。1天，辛巴又在看报纸上的免费物品。辛妈发现 BG 先生要来春田镇了。鉴于小新的调皮，一家人决定去看看有无解决办法。会场座无虚席， BG 先生让大家尽情说出心中的困扰。我没法做出承诺，我太完美了，
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总爱打断别人，看样子问题还真是不少啊。B 居先生让大家闭上眼睛，听听内心的声音。继续这个课程，弗兰德，你做的对，美食都在这里，来，准没错。接着 B 居先生邀请了校长，让他将人偶当成了自己的母亲，做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。刚开始他还能沉住气，不料还没说到2句，就掐住人偶的脖子。我是个成年人了，我能独立生活。说吧，又是打又是咬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回到座位的时候，他妈已经不想跟他说话了。B 居先生总结道：我们总是在试图取悦某些人，一旦失去了自我，就会沦为蝇营狗苟之辈。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？行尸走肉！小新在人群中大声喊道。BGM 一脸赞许，将他请上台。是什么让你喊出这样的话？是不是只想表达自己的想法？小新说：我做自己想做的。BGM 惊呆了，这孩子就是住在心里的孩子啊，这简直是太了不起了。他又请上来了新爸新妈，虽然这个爹有明显的暴食症，这个妈有一头夸张的头发，但他们确实培养了一个情绪健康的孩子啊。BG先生表示，如果大家都能够像这孩子一样活着，就能够实现自我完善。看周围疯狂的人们，新小妹只觉得常常因为自己不够无知而显得与你们格格不入。电视台主持人报道了弥漫在春田镇的新空气，人们接受毫无保留的沟通内心感觉，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小新，他教会人们只要高兴那就做吧。说完他又开始疯狂吃奶油。如今小新自然是异常嘚瑟，老妹看到了吧，我成了上帝。信了小新的邪，牧师也疯狂，好好的布道不做了，跑去弹钢琴，好听也就算了，偏偏还是魔音贯耳。就连在学校同学们也疯了，原本整蛊老师答非所问应该是小新的专长，现在变成了所有孩子的共同爱好。小新郁闷极了，从天桥下吐口水本是他的专利，现在上面却站满了人，让他钻空隙的机会都没有。小新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像他会这么糟糕。新小妹解释道：你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叛逆者，在满是压抑的环境中，社会地位得到认可，但自那家伙来到了这里，你就失去了自我，所以现在是重塑自我形象的好机会，做个好脾气的人怎么样？小新觉得很有道理。那好吧，春田镇首届想做就做节正式举办，红发威力站上了讲台，表示要竞选市长。奥托作为停车管理员也消极怠工，随便你们怎么停，塞进去就好。节日现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秃头和秘书正开心地舔着冰淇淋，见老板心情好，秘书觉得有些话可以说出来了，我喜欢你。穿这种颜色的衣服，新妈的姐姐们也异常疯狂，直接赤果果的骑马在街上游行。辛巴的穿着也十分随意，终于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真好。阿普带着伙伴们踩着滑板在人群中穿梭，小仙很生气，暗自骂道：讨厌的跟屁虫。突然一颗石子弹在他的后脑勺，原来是校长，他此时正坐在树上，挑衅地说：是我子弹吧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市长都敢将情人公之于众，就让詹姆斯布朗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吧。不料还没等到歌手唱完，后面演奏团所在的位置塌陷了，詹姆斯捡起地上的一颗螺丝，这个舞台不是双螺栓，差评。工作人员摊开手，我不想那样干。辛巴走过来对他说：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做好本职工作本来就是你分内的事。弗兰德过来插了一句：是不是要判他死刑？红发威力很不满，下一步你们是不是就要指责我没给摩天轮上润滑油了？不说还好，一说这摩天轮直接脱离底座，载着孩子们放飞自我了。摩天轮滚进了动物园，飞行走兽全给放出来了。市长站出来批评这两个坏事的家伙，那小伙子还顶嘴，我不想听到指责。校长也站出来教育，不料反被老谋子针对了。接着有人站出来指责老谋子，洗医生本想过来劝和，不过老谋子才不听，直接就给了校长一拳。这下可是乱成一锅粥了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全都扭作一团。牧师十分自责，都是因为树立一个错误的形象。BG 先生，阿普走过来安慰他，你没必要责备自己，你该责备那个小孩子，是他开始了这一切。于是人们都朝小新冲去，好在辛巴一个回手掏，将小新抱进了花车里，才算逃过一劫。原本期待油门踩到底就能快速逃跑，谁知这只能将自己暴露。不过人们倒也没有追，老谋子起头说：去拿些苹果酒吧。人群就跟着他浩浩荡荡离开了。辛巴有些难过，如果小新是个好点的模范，辛妈却不这么觉得，自我完善也许根本就不适合他们这种小地方。新小妹又不认同了，自我完善是可以实现的，但不是速成的，它是一个漫长而艰辛身体和精神的探索旅程，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，所以我们才会穷其一生去完善自己。认识自我是完善的第一步，就像春田镇的人们，他们看到了内心那个只有原始欲望的自己。然而自我完善并非满足本我的需求，所以事情的发展脱离轨道也就在所难免。当人们仅凭着喜好为人处事，当欲望压过理智，结果就是本我当道，自我迷失，那么人类也就与动物无异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有理智，会思考，而不是只顾自己高兴，对其他人的感
情、情绪，甚至生命不闻不问，无动于衷。刚开始决定奉行小新的是他们，到最后要惩罚小新的也是他们。从头至尾，小新博士他们肆意妄为的借口，为自己无知背锅的工具。所谓的自我完善，也不过是个幌子罢了。弗洛伊德曾提出过本我、自我和超我的理论，大部分时候我们都由自我支配，遵循现实原则，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。自我完善就意味着不断向超我靠拢，而不是让自身被本我占据。追求完美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辛，但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终会成为更好的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